Hello， 大家好。A 股为什么总是跟跌不跟涨？美股又再次暴跌，对 A 股影响几何？什么又是 MSCI？ 什么又是富时罗素？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投资成长频道，拒绝做韭菜，我是何斌。当今世界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体化的世界，金融市场也不例外。如今任何一个国家，除非闭关锁国，都会逐渐融入全球金融市场。想想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，由美国引发的全球性金融灾难就是一个典型的佐证。只要加入国际大家庭，任何一个成员都无法独善其身。那么很奇怪的事情是，为何中国的资本市场只是跟跌不跟涨？究竟是什么原因？这里有哪些逻辑呢？原因一，中国的资本市场起步较晚。在上一个视频中，我们简单的回顾了中国资本市场和美国资本市场的大比拼，没有看的朋友可以去查看一下。其中得出的结论之一就是中国资本市场投资人的结构问题，也就是散户参与的比例比较高。那么散户的特点呢，就是喜欢追涨杀跌，导致市场的波动性远远高于美国市场，股价经常不是被过分打压，就是被过分抬高。原因之二，中国逐渐融入国际金融市场，特别是港股通的开通，允许合法境外投资人参与 A 股的投资。那么 A 股呢，也被纳入 MSCI 以及富时罗素指数。MSCI 公司又称名胜公司。MSCI 这几个字母是源自于摩根斯坦利 Capital International 的首字母的缩写。摩根士坦利资本国际公司是一家美国股票基金、收入型基金、对冲基金、股价指数以及股东权益投资组合的分析工具提供商。在1968年，资本国际发布了涵盖非美国市场的全球股票市场指数。1986年，摩根士坦利从资本国际取得了指数的授权，并将该指数作为摩根士坦利资本国际 MSCI 指数。那么富时罗素公司是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全资子公司，由富时集团和罗素指数在2015年合并而成。更早以前呢，富时集团是伦敦证券交易所与金融时报成立的合资企业，制定了英国股票市场最主要的股票指数富时100指数。除此以外，富时全球股票指数系列是富时罗素公司的旗舰指数体系。截止到2018年3月，这个指数涵盖了47个国家，约 1.6 万只股票。简单来说，这两个指数相当于大型国字投资机构的投资指导手册。这些国际的大型投资公司想要投资 A 股，由于手册上原来没有，想投也投不了。最近这2年，由于港股通的开通， A 股也加快了国际化步伐。这两个指数呢，也是积极的将 A 股纳入其全球股票指数体系。这对 A 股来说当然是一个利好，但是任何一个问题，从哲学观点来出发，都是坏事里面有好事，好事里面有坏事。好处是给 A 股带来了国际增量资金，坏处是使得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对 A 股的影响也越来越大。由于融入国际金融市场跟全球市场的联动更加紧密，我们在这里呢举一个例子。如果你是一个大型基金的基金经理，可以投资全球市场，如果美股展示了上涨的态势，你会怎么操作？在资金有限的前提下，大多数情况是撤出其他市场的资金，比如从中国市场撤出，这个时候中国资本市场就会下跌，而这个基金经理把钱拿出来投资美国市场，获取美国市场的高收益。但是比起美股下跌，这种从中国市场撤出还是比较温和的。那么第二种情况，如果美国市场下跌，你的压力就会增加，因为投资人不断赎回自己的基金。那么为了应对这一切，你不得不按比例的把股票卖掉。同样，你会卖掉中国市场的股票，尽管从基本面来看，这个股票没有问题，甚至也可能是优质的股票，但是你没有办法，由于卖出了中国股票，导致中国资本市场的下跌。原因之三是市场情绪极具传染性。我们看一下最近美股的走势，从2月、3月雪崩式的下跌，到3月底、4月强劲的反弹，显示出很多投资人的非理性。我们在这里举个例子，这是特斯拉的股票走势图，看看投资人的情绪对公司估值的影响。3月18号，受疫情影响，特斯拉的股票直线下跌，到了最低的360美元左右。今天是6月11日，特斯拉的股票价格接近1000美金。2个多月的时间，特斯拉难道发生了质变？当然没有，这完全体现了投资人的情绪，而情绪是可以传染的。A 股的成交额一天就有好几千亿，外资从资金面对 A 股的影响其实并没有那么明显，
那么主要的原因呢，是中国的投资人情绪会受到影响，卖出股票导致股票下跌。因此，想做好投资，我们首先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。冲动是魔鬼，在投资界也适用，并且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。我们要努力控制自己的恐惧和贪婪。以上3点就是我认为 A 股跟跌不跟涨的主要逻辑。我们无法改变这一事实，我们可以做的就是用投资的知识和常识来武装自己。我坚定地反对炒股票，因为炒这个字就代表了投机，而投机长期来看是赚不到钱的。3个月以前，很多人想着做口罩的生意，做呼吸机的生意，但是可以赚到钱的是极少数，大多数人最终还是赔了钱。所以我坚定地认为，投资股票就是投资企业。我们不应该把精力都放在股价上，就跟参加体育比赛一样，运动员不应该把精力一直看着计分牌，运动员的精力要放在自己的状态、自己的动作以及对手上。在投资上也是一样，股票的长期走势一定是业绩推动的，炒概念、情绪带来的只是波动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忽略这些波动，寻找挖掘带有强大护城河的优秀企业，加入这些公司，跟他们共同成长，选择好企业，做时间的朋友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呢就到此结束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，请大家订阅、点赞、评论、分享，谢谢大家。